好，我們直接切入正題，歡迎來到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們要對現在的市場進行一場終極金融法醫調查，把推動這波超龐大 AI 狂潮背後的真正力量一次挖出來給大家看。大家每天看新聞，一定都看到那些科技巨頭的估值一直在突破天際，對吧？但這到底真的是技術革命的偉大里程碑，還是其實只是一個被過度槓桿硬生生吹出來的超級大泡泡呢？我們繼續看下去。現在市場上有一個讓人看得有點毛骨悚然的矛盾現象，你一定有注意到，像納斯達克這種科技指數，簡直像吃錯藥一樣，不斷創下歷史新高。但如果你轉頭去看代表傳統經濟的道瓊指數，會發現它根本就跟不上科技股這種瘋狂的腳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一片歌舞升平，但如果你仔細去檢查市場內部的指標，也就是去看看你的 MPF 或是個人投資組合的儀表板，你會發現，不對勁哦，它其實正在狂閃警告的黃燈，甚至快要變紅燈了。內部數據正在急速惡化，這對現在滿手科技股或相關基金的人來說，絕對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訊號。為了弄清楚我們現在到底是不是站在懸崖邊緣，今天的解釋會透過這6個步驟來拆解。我們會從融漲這個市場心理學開始，一路看進 AI 融資背後隱藏的機制，對比歷史上的網絡泡沫，最後當然會拿出最客觀的硬數據來證明這一切，然後告訴大家，在這個階段你該怎麼生存下來。好，首先進入第一部分 ，Melt Up。也就是所謂的融漲現象，這是在市場沸騰到最高點時才會出現的情況。所以到底什麼是融漲？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多頭市場在宣告結束之前最不理性也最瘋狂的最後衝刺。這個時候推動股價上漲的，早就已經不是公司實在的獲利成長了，而是純粹的 FOMO， 也就是大家那種天哪，我再不買就賺不到了的錯市恐懼症，再加上市場上泛濫的熱錢，就像一鍋水在劇烈沸騰前的那一刻，水花四濺，這代表着市場情緒達到了最高點的亢奮。但說真的，這同時也是最危險的時刻。接下來這個數據真的顯示出現在有多不理性，你知道嗎？在羅素2000指數裡面，那些根本沒賺錢，甚至一直在虧損的公司，股價居然狂飆了53%。相反比真正有在賺錢的好公司，反而只漲了22%。這是非理性繁榮最經典的特徵。大家根本不在乎你這家公司有沒有賺錢，只要你沾上 AI 概念，熱錢就閉着眼睛瘋狂湧進去。而且更誇張的是，當標普500指數大漲將近40%的時候，它實際的每股盈餘其實只成長了不到17%。這代表什麼？這代表投資人現在是掏出好幾倍的錢去買根本沒有同步成長的利潤，這真的很瘋狂。既然不是獲利在推動市場，那我們就進入第二部分 AI 資本飛輪。我們來打開科技股飆升的引擎室，看看裡面到底在玩什麼把戲。讓我們先來看看這波 AI 狂潮的最核心角色 OpenAI。這家公司在短短幾年內，估值居然已經達到讓人難以置信的5000億美元，直接飆升成全球最有價值的未上市企業。這數字聽起來很驚人，對吧？但最讓人傻眼的對比來了。根據預測 ，OpenAI 在2025年上半年將會面臨高達135億美元的超巨大虧損。為什麼會虧這麼慘？其實是因為運算成本實在太高昂了。每次你免費問 ChatGPT 一個問題，它背後都在瘋狂燃燒伺服器的鈔票啊！更殘酷的現實是，在這麼龐大的用戶群裡，大概只有5%的人是真的有付費的，等於是他們正在燒最貴的算力去服務一群免費用戶。而這就完美示範了所謂的供應商融資閉環陷阱。這就像是一個包裝得很漂亮的左手換右手遊戲。科技巨頭先是砸了幾十億美元給這些 AI 新創公司，然後呢，再要求這些新創公司把這筆錢拿來買巨頭自己家的晶片跟雲端服務。結果是什麼？錢繞了一圈又回到自己口袋裡，巨頭就把這些交易當成超級亮眼的營收，借此進一步把自己的股價推得更高。這操作確實制造出了一種需求超級旺盛的假象，但說真的，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外部市場需求，沒人知道。好，接着我們進入第3部分 ，GPU 債務定時炸彈，看看他們是怎麼把未來當成抵押品的。這個金融操作其實還可以玩得更誇張。
像 CoreWeave 這種雲端運算的新創公司，他們居然成功拿手上的輝達 GPU 晶片當作抵押品，跑去跟銀行借了上百億美元的超大額貸款，然後再用這些借來的錢繼續去買更多 GPU， 這樣一路把跟 AI 相關的企業債務推高到了讓人倒抽一口氣的1.2兆美元。這就像是一個不斷自我膨脹的大氣球。更可怕的是，這個龐大的債務飛輪幾乎是完全依賴台積電一家的產能。你想想看，只要台積電一有狀況，或者供應鏈飛出一隻黑天鵝，這個1.2兆美元的超大槓桿瞬間就會失去支撐。那這個系統最致命的缺陷在哪？答案就是科技硬體無可避免的折舊。大家看，曾經被炒到上天的 H100晶片，它的租賃價值已經從最高峰的每小時8美元，直接暴跌到現在只剩差不多1.5美元，跌幅將近80%呢。這是什麼意思？這代表支撐着那1.2兆美元貸款背後的抵押品價值正在急速蒸發。一旦抵押品大幅貶值，銀行肯定會開始討債，要求補繳保證金，這就是一顆隨時會引爆的定時炸彈。來到第4部分，2000年網絡泡沫的回音。俗話說得好，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是驚人的相似。我們回頭對比一下2000年的達康泡沫，當年像 Lucent 還有 Cisco 為了衝刺業績，大方借錢給電信新創公司，讓他們去買自家生產的網絡設備。那現在呢？輝達和甲骨文這些巨頭同樣是把錢投資給 AI 新創，讓他們拿去買自家的 GPU 和雲端算力。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系統性風險簡直一模一樣，都是一種高度槓桿的閉環債務鏈。或許你會問，那為什麼現在看起來不像2008年金融海嘯那樣恐慌？因為這次的危機不是爆發在一般老百姓的房貸上，而是集中在科技企業之間的 B2B 閉環裡。雖然銀行體系相對安全，但對於重倉科技股的投資人來說，只要這條鏈上的需求一放緩，骨牌效應殺下來的威力絕對是一樣慘烈的。接着我們進入第5部分 ，MPF 或投資組合儀表板的客觀證據。我們不憑感覺，直接來追蹤市場的內部失血狀況。眼前這一組數據真的是決定生死的關鍵證據。大家注意看，在2月10號的時候，市場亮着綠燈，當時的市場廣度，也就是股價能夠站上20日均線，真正在上漲的股票比例，還有高達67%。但短短幾週後，到了3月20日，這個比例居然雪崩式暴跌，只剩下不到13%。同一個時間，代表大戶正在偷偷到貨的派發日，從0急速飆升到了7天。這個警示燈號就這樣一路從安全的綠燈轉成警告的黃燈，最後直接亮起了最危險的紅燈。所以這邊帶出了一個極度重要的觀念，表面上大盤指數雖然在創新高，但那其實只是靠極少數的幾家科技巨頭在死撐，底層的市場廣度已經急劇萎縮，這證明了市場正在經歷嚴重的內部失血，整個地基都已經開始崩塌了。你以為現在是最安全的時候嗎？其實看起來最安全的時候，往往就是最危險的時刻。最後，我們來到第6部分。生存法則，告訴大家該怎麼在這個危險區域裡安全航行。面對這些冷冰冰的客觀數據，你不需要過度恐慌，但你絕對必須把心態從我要賺到最後1分錢，轉變成我要做好風險管理。說真的，沒有人可以準確預測泡沫哪一天會破掉，但你是可以調降自己的風險的。記住，在這種熔漲期間，千萬不要 all in 全壓，一定要適當的獲利了結，保留現金，也別再去聽信那些這次不一樣啦的市場鬼話了。經濟學法則永遠都適用，企業最終還是要賺錢，估值最終都會回歸基本面。最重要的是，你必須根據自己的年紀跟退休計劃，重新調整一下股票和債券的比例。你要確保，就算明天市場突然大跌個20%，也不會毀掉你人生的財務規劃。在結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想留下一句話，讓大家好好審視一下自己的投資組合。見底回升需要消息，但見頂回落是不需要任何消息的。當榮場的熱潮結束，市場情緒瞬間反轉的那一刻，可能連一聲警告都不會有。所以，我想問大家，當音樂突然停止的那一刻，你
準備好了嗎？希望今天這些客觀的數據跟分析能幫助你在未來的投資路上走得更穩健。我們下次見。